南非68岁男子救下2只幼狮，精心喂养5年后，却惨遭狮子反噬咬断喉咙。妻子目睹惨案称，他们只是在玩闹。据《太阳报》报道，2015年，狩猎旅馆的主人兼自然保护主义者维斯特·马修森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那一天，他从一家狮子养殖农场里救下了2只刚满1周的小母狮。那家农场的目的十分冷血，等小狮子长到足够大，就将它们放归荒野，成为战利品猎人的活靶子。对于维斯特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残忍现实。在他眼里，那2只小母狮不过是被人类操控的待宰羔羊，而且它们还是极为罕见的白狮，这让他看见了另一种可能，既是保护，也是机遇。于是他买下了这对小生命，把它们带回位于南非林波波省赫登福鲁特靠近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树顶狮子旅馆。从此他几乎把它们当成了亲生孩子来抚养。维斯特为他们取名叫德米与坦勒，他每天都会亲手喂奶，看着他们从脆弱的幼崽长到能自己进食，逐渐过渡到以鲜肉为主的饮食。他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日常作息，晨起的散步，午后的玩耍，黄昏时分的训练，他像父亲一样呵护，而他们也慢慢把他当成了家庭的一员。不久之后，这对稀有白狮变成了旅馆最耀眼的明星。在维斯特的网站上充斥着游客与小狮子亲密互动的照片，有人蹲下轻抚他们的背脊，有孩子在草地上牵着他们并肩而行。那种人与狮共处的画面，既新奇又充满危险的暧昧气息。然而时间不会停下脚步，随着数月过去，德米与坦雷飞快长大，体型暴涨，力量与野性也与日俱增。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的奔跑与猎杀的本能释放。他们之间的玩耍打斗逐渐不再是单纯的游戏，而越来越接近成年狮子之间的搏斗。尽管如此，维斯特依旧深爱他们。到了3岁，德米与坦雷已经是完全成年的雌狮，肌肉线条饱满，动作沉稳而有力。此时人们开始称呼维斯特为维斯特叔叔，那是对他的一种敬意。他就像一个慈爱而固执的父亲，他常常张开双臂，环绕在2头母狮巨大的头颅上，紧紧拥抱，而他们有时也会把他卷入看似温柔却暗藏杀机的打闹。那一刻，温情与危险交织，仿佛随时可能失控。但对年过60旬的维斯特来说，狮子的打闹往往过于粗暴，他必须小心翼翼。随着岁月流逝，他的身子骨愈发老迈，而德米和坦勒却在不断壮大，力量与野性一天天逼近成年狮的巅峰。他们从未对维斯特、他的家人或游客露出赤裸的敌意，但某些细节却一直在提醒人们，这些动物从未真正失去野性，哪怕自幼由人类喂养，他们仍然是天生的掠食者。2017年，德米与坦勒刚满2岁时，危险终于降临。某个下午，他们突破旅馆的围栏逃了出去，闯进了周边的丛林。恰巧2名男子正在林中拾柴，当他们抬起头时，目光与2只白狮对上，下一瞬，其中一头母狮低吼着猛扑，将男子库鲁贾斯蒂斯压倒在地，尖牙离喉咙只有几寸。另一头母狮则立在一旁，眼神冰冷，随时准备加入。惊恐中的贾斯蒂斯拼命嘶喊，他的同伴慌不择路，抓起地上的石块拼命砸向狮子。几声沉闷的撞击后，母狮才不情愿地退开。贾斯蒂斯浑身浴血，腿部、腹部与胸膛布满深深的裂伤，衣衫破碎，血迹顺着躯干蜿蜒流淌。他几乎站不起来，只能靠同伴搀扶，踉跄着拖到不远处的电话亭求助。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然而几天后噩耗传来。贾斯蒂斯本身患有糖尿病，身体状况本就虚弱，尽管医生无法判定他的死因究竟是直接因狮子袭击造成，还是因病情加重导致，结果都已经无从挽回了。面对这起震惊外界的悲剧，维斯特的回应更是令人心惊。他声称，他确信母狮只是想玩，如果他们真有意杀人，5秒之内那名男子就会没命。这句话是真是假，没人能验证，但却无可辩驳地揭示了德米与坦勒的可怕力量。归根结底，他们依旧是野兽，即使被驯养，即使与人类同居多年，掠食的本能从未消失。或许维斯特说的没错，如果那头母狮当时选择咬住贾斯蒂斯的脖子，他根本没有任何生还可能。这起事件赤裸裸地警告了世人，饲养猛兽并非浪漫，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刃。维斯特肩负着巨大的公共安全责任，但现实是残酷的，狮子无法被彻底驯服，它们太过强大，太过自由，不可能被人类永远掌控。即便如此，维斯特依旧执拗地希望德米和坦勒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奔跑，仿佛那是一种人与兽之间脆弱却危险的共生。然而时间快进到2020年8月，
此时，德米和坦勒已经5岁，正值成年母狮最强壮的巅峰，而维斯特也已69岁，身体远不如往日硬朗。悲剧将再次重演。那天，阳光炽烈却温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尘土的气息。维斯特像往常一样，在自家土地上悠然散步。他熟练地呼唤狮子的名字，片刻后，2头白狮伴随着低沉的呼噜声小跑而来，步伐轻盈却带着威势。妻子吉尔则开着车，缓缓跟随在不远处，时刻留意着丈夫的身影。在非洲丛林的广阔天幕下，鸟鸣与风声交织，灌木丛摇曳作响，眼前的一切宁静而诗意。吉尔透过车窗凝望，心中涌起骄傲与感动。丈夫与这对稀有的白狮并肩而行，那是人与野性的融合，更是维斯特一生梦想的体现。对于他来说，能在克鲁格国家公园边缘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与野生动物建立亲密关系，无异于圆梦天堂。然而，命运在此刻骤然偏转。散步途中，2头母狮忽然兴奋起来，开始了他们惯常的打闹。这原本并不罕见，他们会咆哮、扑击、翻滚，锻炼天生的搏斗本能。可这一次，场面却显得不同寻常。他们撕咬得更狠，动作更急躁，低沉的吼声如雷滚动，扑倒在地时尘土飞扬，毛发被牙齿扯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维斯特站在不远处，眉头紧锁。他听得出来，这已不再是收着利器的游戏，而是真刀真枪的较量。他清楚自己年老的身体绝无可能承受这份野性的冲击。可还没等他退后一步，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了，其中一头母狮骤然停下对另一只的纠缠，转身猛然跃向维斯特。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巨大的身躯扑倒在他身上，胸口的空气瞬间被压空，他甚至来不及抬手防御，便被重重掀翻在尘土中。沙粒飞散，狮子的利齿已经撕扯上他的身体。他痛苦的嘶吼，用尽力气呵斥，可是这生命令毫无作用。攻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狂乱。车内的吉尔瞬间心凉。她见过无数次丈夫与狮子玩闹，甚至拍下过温馨的画面，但这一次，她知道这是彻底失控的猎杀。她疯狂按响喇叭，尖锐的鸣声撕裂空气。她探出窗外嘶喊，声音因恐惧而破碎。仍不见狮子松口，她猛踩油门，将车朝他们逼去，试图用轰鸣和钢铁的力量吓退这场噩梦。终于，母狮像被惊醒一般，腾身一跃，退开了几步。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血腥气息，吉尔立刻冲下车，扑到丈夫身边。眼前的画面令她几乎晕厥。维斯特全身鲜血淋漓，衣衫被撕裂成碎布，血液汩汩涌出，迅速染红了非洲的黄土。他的脖颈处尤为触目惊心，血流不止，仿佛生命正一点点离开他的身体。吉尔的双手颤抖着，死死按在丈夫颈部的伤口上，鲜血却依旧汩汩喷涌，像是根本无法阻挡的洪流。温热的血液迅速浸透他的手指，顺着掌心流下，滴落在尘土中，将非洲干燥的泥土染成一片嫣红。吉尔的呼吸急促，眼泪和汗水模糊了视线，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停，坚持住。他一边用尽全力压迫，一边低声祈求。另一只手颤抖着摸出手机，慌乱地拨通急救电话。救护车呼啸着赶来，刺耳的警笛声划破辽阔的旷野，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等到医护人员冲到现场时，情况已无可挽回。维斯特的呼吸逐渐变得浅弱，眼神也在妻子怀里慢慢失去焦点。最终，他的头轻轻偏向一侧，彻底沉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到让人来不及理解。最终通过尸检发现，维斯特是在一次有力的咬合，母狮锋利的牙齿切开了颈动脉，造成了无法逆转的致命伤。短短几秒钟，血液已将生命带走。转瞬之间，那个被人们亲切称作维斯特叔叔的慈爱老人，那个与狮子同眠、与大地为伴的自然守护者，就此离开了人世。而最讽刺的是，带走他生命的正是他亲手从襁褓中养大的孩子。悲剧就此落幕，他的一生与心血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画下终止符。噩耗传来，家人们痛不欲生。他不仅是4个儿子的父亲，更是6个孙辈眼中的慈祥祖父。面对无法接受的失去，他们却一致要求不要伤害狮子，那不是他希望的。他的儿媳特利马修森哽咽地说，他坚信这2头母狮只是玩得太激烈，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拥有怎样的力量，只是一次无心的咬合，却造成了致命的后果。这或许并非恶意的攻击，但最终还是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最终，
德米与坦勒被麻醉运离了维斯特的庄园，在哀悼失去挚爱的同时，家人也因狮子的离开而再次感到心碎。他们过去5年几乎是维斯特生命的全部，如今的失去无异于再次失去一个念想。2头母狮被送往濒危物种保护中心，家人表示他们将被安置在最适合的环境中生活。尽管告别挚爱总是痛苦，但家人多少获得了些许慰藉。维斯特离世时，正在做着他最热爱的事，与自然为伴，和心中挚爱的狮子相伴。他死在了自己的梦想里。然而，只要人类依旧与这些强大的顶级掠食者共处，维斯特·马修森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迎来悲惨结局的人。